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湖北恩施的陆苑坪。陆苑坪这个村庄啊，也是全中国到现在为止唯一还没有通公路的村庄。它为什么没有通公路呢？我给你们看一下这里的地形，你们就明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呢，我是站在悬崖边上的。那么这个下边呢，就是陆苑坪。整个陆苑坪村庄啊，就是在一个巨大的天坑之内。周围呢，全部是这种700-800米高的悬崖峭壁，把这个村庄围困在里面。可以看到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啊，是一道很深的峡谷，就是这个峡谷的高度呢，也是超过100米的，并且在天坑内的这个陆苑坪村庄呢，他们村内也被切割成两边啊，一边北边，一边南边，对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对面那个村庄好像有公路，对吗？这边呢才是不通公路的。但实际上呢，对面那个村庄那个公路呢，它也是天坑内的公路，它是不能通向外边的。再往前面延伸过去呢，其实是那边有一个斜行电梯下来，那么才能进入村庄。所以这个路呢，它只是这个村庄内的一个通行道路，两边之间的人啊，中间隔着一道很深的峡谷，他们相互之间要往来呢，也最少都要走1个多小时的路程了。那么陆苑坪里面的村民啊，他为什么要住在这个天坑之内与世隔绝呢？这里啊还有一段非常久远的故事。明末清初的时候，因为战乱造成四川及相邻地区人烟锐减，土地荒芜，于是朝廷有了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大批的湖南人迁移到恩施地区。湖南桃源县的裴姓3兄弟等人便迁到陆苑坪天坑外居住，并试种湖南带来的稻谷，但是只开花不结籽，意识到是因海拔过高种不出水稻，于是寻找海拔较低的地方种植，便发现天坑底部有一平坦的地带，但无路下去，于是在悬崖上挂接36匹白布，顺着白布到坑底，发现这里地势平坦，气候温润，土地肥沃，十分高兴。但回去的时候，挂在悬崖上的白布被鼯鼠咬断，无法回去，干粮已吃完，十分着急。恰好此时见到一群美丽的山鹿沿河往山崖上走，便跟着路才爬出了天坑。之后便从这里凿路到崖底，开荒垦田，种植水稻与油茶，获得成功。后来又有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地搬进天坑，共同开拓这一片桃源秘境。陆苑坪被裴氏探寻发现，又因陆引路走出困境，便将这里叫成陆苑坪。陆苑坪方圆约5平方公里，四面环崖，构成了一道天然屏障。直到今天，村民们还沿用着几百年来的耕作方式，自种粮食，自种茶，木柴烧火做饭，自给自足，与世无争。2016年，一个旅游开发商看中陆苑坪的特殊地形，投资了3个亿打造景区，为村民修了1528步台阶，还修建了世界上最长的斜行电梯。据说光这部电梯就花了7300万。电梯长380米，垂直高度340米，大约有100层楼的高度。2021年，这部电梯建成后正式投入使用。原先步行2个小时的路程，坐电梯只需要3分钟。不管是游客还是村民，都可以多一种选择。单程费用游客90元每人，村民30元每人。不过人们到陆苑坪可能更多的是来感受与别处不一样的风景和地方的风土人情。对于陆苑坪的村民来说，陶渊明描写的世外桃源简直就是他们的家。这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悬崖飞瀑，峡谷河流，奇峰异景，那是应有尽有。在一处悬崖上，无人机还发现有一个山洞，洞口垒有高墙，我猜测应该是在乱世时期村民躲避土匪的避难所。坑底唯一的出口也是水流的出口，这里被深深地切开一条裂缝，水也是从这里流向江河，汇入大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夏季洪水高发的季节，整个陆苑坪周边的悬崖峭壁一定可以看到百步飞崖的壮观场面。这些水全部聚集到一起，汇流成河，千万年的冲刷和切割，硬是将这天坑底切开一条近200米高的裂缝，真的是不可思议。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啊，不得不感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创造力啊，真的是令人惊叹。这里是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想要深度游览张家界的壮丽风景，你需要安排3-4天的行程，才能充分体验这里的自然景观。
门票可以使用4天，也就是说买了票在景区进进出出4天，无需再购票。说到这里，不得不佩服张家界的旅游做得真好，长时间的停留让游客游览更多景点的同时，也促进了一系列的旅游消费。我这次也是匆匆路过停留1天，未能全面体验。我是自驾从北门购票入山，目前门票价格为每人150元。如果你的目的是欣赏风景，从北门上山便可看尽风光，还能节省索道和摆龙天梯的费用。对于想要体验天梯的游客，东门是个不错的选择。当地人说，自驾从北门进是进入核心区最经济便捷的方式，很少有人走这里，所以不用排队。给大家看看我1天游览张家界看到的风景吧。